穿越完成，冷却回归还有11.59小时。那个姑娘，我说这是个误会，你信吗？胆大包天，敢刺杀本公主！我不是刺客，我叫灵动，我只是路过。路过能路过到皇宫，拉下去砍了！等一下，给个机会。陛下驾到！你怎么还未收拾完毕？姐姐，你真要我嫁去北齐？我不想嫁。公主，边境之战，我国惨败，战败赔款1000万两白银，实车流离，国库空虚啊！此次和亲势在必行，只能委屈公主了。朕也不想答应，可1000万白银已经掏空国库，再有10车流离，朕哪怕是皇宫卖了也拿不出来啊！即为大华公主，在这国家危难之际，更要奉献，才不会给我大华的皇室丢人。活命的机会来了，琉璃不就是玻璃吗？只要能回到现代，别说10车，100车都给你拉来。10车琉璃，这还不简单？我有啊！哪里来的黄口小儿，口出狂言？这是何人？奇装异服，为何会出现在你的寝宫？他是我亲选的驸马。什么？胡闹！公主还未出阁，哪儿来的驸马？这要让北齐使团听去还得了？对，我是驸马。江廷哥，朕需要一个解释，为什么公主府会出现男子？我不要嫁去北齐，我早已有喜欢的人了，他就是我喜欢的男子，我们早已私定终身。堂堂皇室公主竟然与男人在皇宫幽会，陛下，这要传出去，皇族的颜面何在？我大华国之颜面何在？不能说的那么严重的，我和公主是自由恋爱，所谓生命诚可贵，自由价更高，若为爱情故，二者皆可抛，大爱无罪啊。好诗，没想到你倒是个出口成章的才子，所以你就这么哄骗朕的妹妹的吗？咦，这怎么能叫哄骗呢？男未婚女未嫁，为何不能相爱？是吧，公主？对。陛下，公主已经许配于北齐王子，竟然发生如此丑事，满朝文武要是知道了，陛下您该如何解释？未经允许私自入宫，来人，把他拉下去，押入天牢。不可以，我看谁敢动他。我去，这公主能处，有事她是真的敢挡刀啊！公主这是要蔑视大化律法吗？老头，你不就是想要公主嫁去北齐抵那10车流离的战败赔款吗？说白了不就是卖公主？大胆！尔等怎能如此同本相说话？仗打败了就让一个女孩去受罪，真丢人！所谓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不和亲不割地，这才是一个国家的骨气。你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说得好。如果我大化人人都有这般想法，何愁大化不兴？而且你们说的赔偿我有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你可知10车琉璃价值远在1000万白银之上，用你的狗命都抵不过一件。玻璃在这个时代这么值钱的吗？那我岂不是发财了？这么点东西我有必要撒谎吗？又不多，为了公主，值得。够了，本来朕还以为你是个胸有抱负的才子，看来也不过是个口出狂言的纨绔而已。国事当前，容不得胡闹。我有证据。小林同学，我在。告诉我琉璃的制造方法。我在。告诉我琉璃的制造方法。正在为您检索琉璃的制造方法。
什么声音？此物是天机盒，我的助手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世间万物皆在其中。天机盒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拿出琉璃。当真？此事万万开不得玩笑。那是自然。用炉灶烧沙便可成琉璃，本相读书万卷，听都没听说过，真是贻笑大方。朕也有疑虑，只是尝试一番也未尝不可。如果不成，又待如何？要是赔款一事出了问题，北齐大军南下，大化恐有灭国之危啊！那朕便当场砍了那小子，并且亲自在朝会上向爱卿道歉。林动，你可一定要成功啊！哈哈，本相就知道，这世间哪有什么琉璃砂炼制之法，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把戏罢了。什么？失败了？陛下，臣早就知道这小贼是在说谎。您还年轻，这世上信口开河、真真假假的事情太多，您把握不住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这都是什么反应？谁说我失败了？啊！这炼制琉璃需要的温度有点高，我稍微改造了下灶台，耽误了些时间。端上来。晶莹剔透，温润如玉，竟然真的是琉璃。这不可能，这沙子又怎么可能炼成琉璃这等至宝？宰相大人，此物的确是刚从灶台中炼制而出，奴才亲眼所见啊！哎，过奖过奖，其实这也不难，这就震惊了。要是让你们去现代玻璃厂，不得惊掉下巴？就算是你这小贼不知怎么取巧搞出一件琉璃，可我朝的赔款可是10车，这一件不过是9牛1毛而已。宰相大人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别捡了。可是，陛下，给我1天的时间，10车琉璃必然到位。好，若此事成功，朕便昭告天下云你驸马。陛下，不可！此人私自入宫，还未调查清楚，怎么能轻信？宰相，您教我的，国事当前，其他的不重要，对吗？那老臣便等着驸马的好消息了。这样就好了。此物倒是方便。创可贴嘛，小东西不值钱，回头给你带1箱。林公子，你看我做什么？这不是看看我未来老婆？陛下可都说了，完事儿之后要昭告天下，让我做驸马呢。啊，本公主才不要呢！你在乱说什么？不会吧，公主不会要抗旨吧？那也是之后的事情，你的10车琉璃还没见到呢。放心，不会少的，就当聘礼了。好，说正事儿，我还真的需要一点东西才能搞定那些琉璃，卡里就几千块，也买不了多少。这公主府的金银细管随便拿一些，应该放在现代应该都是宝贝吧？你需要什么，随便取用。对了，你这衣服好生奇怪，回头换了去。好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是好东西啊，拿着。啊，拿着。公主错过了，这是我们。
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些带回去，岂不是这辈子都不用打工了？宰相是吧？针对我是吧？等我回来，惊掉你的狗眼！走你！啊，驸马不见了！了不得啊！冰种翡翠，老朽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纯净的冰种了。说个价，我看要合适就在你这儿卖了。只是一个发簪都2万，那其他的卖了岂不是能有几百万？可是觉得少，200万这价格已经是老朽能开出的最高价格了。你说多少？200万？对，我聚宝阁开业30年，童叟无欺，好东西从不压价。你先等等，那你再看看这些是多少钱？已经转账了，8000万，大概需要半小时左右。我相信你，到账了我会看的，多谢了。这都是应该的，先生售卖之物皆是精品，选材上乘，古法工艺，以后有此等宝物，定得来聚宝阁让我开开眼啊。好说。对了，还有个东西，这是一品积血石，这个也一并卖了，多少钱？这种成色，这种大小，老朽这辈子都是第一次见到，太贵重了。这枚积血石价格太过惊人，可惜聚宝阁的现金暂有他用，怕是要和宝物擦肩而过了。林先生要好好保管啊。好吧。等等，林先生，此物实在太过惊人，不知可否给我一点时间筹措资金？我愿出8个亿，8个亿，成交。那好，就请您先在这里等一会儿，钱某去就回。哟，这不是灵动吗？你这种废物也配来这里？你这种废物也配来这里？哼，这还用说，肯定是千方百计打听到我的行踪，特地过来蹲守的。灵动，我们都分手了，你怎么还要纠缠我？看到了吗？云龙给我买的，8万块，今天还要在这聚宝阁给我买一块古玉呢。至于你，给我买过最贵的礼物才2万块，说出去都丢人。送你2万块的礼物，你竟然觉得丢人？这穷逼说什么？我随手买个包，就是他不吃不喝1年的工资。林动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们1年就在一起了。我们还没分手的时候，你们就搞到一起了。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开除你？还不是因为你太碍眼。自己没本事，50万彩礼都掏不出来，怎么养我？怎么给我想要的生活？宝贝，不用和这个废物多说，碍眼的东西。现在，你立刻从老子眼前滚出去！我要说我不走呢？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？你就算是纠缠我也没用，我看到你就烦。我纠缠你？好一对狗男女，还真是长见识了。你现在在我眼里，都不如脚底下的一双鞋。你说谁是破鞋呢？谁破防就说谁喽。你云龙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这个废物居然敢骂我！你要帮人家出气啊！放心啊，宝贝儿，灵动，是你自己滚，还是老子帮你滚？让我滚出聚宝阁，你们还没这个资格。妈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子倒要看看你的腿是不是比嘴还硬！住手！给我住手！钱阁主，您终于回来了！这混蛋小子，给我闭嘴！我聚宝阁的贵客也是你能侮辱的？钱阁主，您误会了，这个土鳖只不过是我的一个舔狗，在这儿招摇撞骗，绝对不是什么贵客。舔狗，就你也配？林先生，这是8个亿的现款，请您核对一下。不必了，你办事，我放心。什么？8个亿？云龙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是他设计好用来吸引我的骗局。对不起，是我招待不周，让您受委屈了。今天的事，老朽定然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杨云龙是吧？从现在起，
我聚宝阁将会对你及与你有关的任何人进行公开封杀，包括你背后的公司，都不具备与聚宝阁合作的资格。合作不可以停啊！一旦停了，我的公司会破产的啊！家族一定会杀了我的。与我何干？你侮辱我的贵客，就是在侮辱我。现在，请你们离开这里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不会放过我，是我不会放过你，这只是个开始。等我解决完古代那边的事情，我会让你知道风水轮流转。小友，这杨云龙没什么，不过他输的朱氏集团市值几百亿，也算是个人物，需要老朽帮忙吗？几百亿确实不少，算一下，我起码还得好几天才能赚到，看来还得过几天才能收拾他们。啊，到底是什么人？ 5万块就买了这么多，也不知道看到这些东西，那老头会不会吓哭？穿越，将这个房间里的东西都带上。父亲为何忧愁？公主一日不出嫁，我心难安啊。这为何？女帝就算是当了皇帝，也终归是要嫁人的。江氏皇族就只有女帝和公主了。 也就是说，等公主出嫁，我便上奏推举你入宫。一旦你成为了帝父，生下孩子，你说这江山是姓王还是姓江？父亲高见啊！那我岂不是能和女帝？嘿嘿嘿。可现在好像不和亲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真当那个贱民能拿出10车琉璃？公主府的消息，那小贼已经跑了。跑了？ 那这公主岂不是还得送走？明天朝会还能让女帝给父亲低头道歉。恭喜父亲，我王家威望必然更上一层楼。阿耶纳王子到。为何这都1天了，公主还未送到使团？ 本王还等着回国庆祝，好好宠幸公主一番呢。公主还没去吗？也不知道在搞什么，早点把使团这些人送走不好吗？边军已无力再战，这赔偿要是不满意，我大华必将生灵涂炭啊！阿耶纳王子，关于赔偿，陛下经过深思熟虑，愿意答应先前的条件，赔以10车琉璃。啊！就大华这穷酸地方。 你们拿得出10车琉璃？老匹夫嘴巴怎么那么快？现在灵动跑了，难道我这真的要低头道歉，让妹妹去和亲？这可如何是好？王子，请放心，这件事儿，朕必然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大华既然已经战败，就应该跪下求本王原谅。本王要是不高兴，尔等都得死。其实，朕已经让公主。 驸马林动，请求觐见。快，宣灵动上殿！不可能啊！这小贼不是跑了，怎么会回来送死？啊！ 驸马，公主何时选定的驸马？找死！公主许配于本王已是谈好的条件，现在冒出来个驸马，大华是在侮辱本王吗？阿耶纳王子莫急，大华万万没有折辱王子的意思。宰相大人，您帮忙解释一下啊！这件事儿，老朽也是昨天才知道。 是陛下的意思，女帝，你这是何意？是觉得我边军8万铁甲是摆设不成？如果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我北齐大军不日便马踏帝都，血染皇城。不要，王子切莫生气，这驸马之说都是虚妄。你，来人，把这个贱民拉下去，不要在这儿破坏两国和睦。够了，当朕不存在吗？ 灵动，你答应朕的事情如何了？这朝堂的气氛有点不对，也不知道这个傻缺是谁，都不认识，干嘛针对我？难道是宰相的人？陛下，
10车琉璃1件不少，皆已准备完毕。狂妄！琉璃原矿本就稀有，而且每一件琉璃器皿都要工匠精心打造数年。10车，哪怕是本王子都未必见过。就你，就王子说的对，我户部管理国家财政，大华国库也不过区6件琉璃祭品，1车起码数百件，真是黄口小儿不知所谓。王子说的对，户部侍郎是吧？你是大华的户部侍郎还是北齐的户部侍郎啊？蒋侍郎不必和他争辩，此人牙尖嘴利，本相早有领教。不过到底是嘴皮子功夫。宰相说的对。哦，宰相说的对。放肆！此乃朝堂大殿，如此目无尊卑，是不把宰相大人放在眼里吗？宰相，您的意思是，在这朝堂上，目中有尊卑的便是宰相尊，其余人卑？大胆！你是不将女帝陛下放在眼里吗？陛下，微臣绝无此意啊！够了，在这大殿之上，哪个不是国家重臣、朝廷姑姑？你什么身份？陛下，臣请将这个大放厥词的家伙赶出大殿。好啊，那我走，10车琉璃你来出。可笑，本相就不信你还真能拿出10车琉璃。既然大家都等待许久，林动，你便将东西呈上来吧。遵旨。进来。负隅顽抗，死不悔改。宰相说的对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你现在早些认错，说不定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这些朝臣没一个好东西，女帝看来混得也挺难，手底下的人全是反骨啊。这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哼，琉璃而已，对我来说非常简单。哈哈哈！以为本王没见过世面吗？本王倒是要看看这盖布之下是何物。陛下，不可！一旦揭开，此事就毫无回旋余地。届时我大华颜面尽失，甚至要再起兵争，请陛下三思。请陛下三思。要是让本王不满意，本王也不确定边境大军是否能耐得住寂寞。陛下，国事当前，不得胡闹啊！林动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要算了？这东西我可都带来了。哼，到现在还在大放厥词。来人，将此人拉下去，莫要耽误国事。一群没见过世面的，我今天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琉璃。怎么可能？国库都没有那么多财富，他一个不知所谓的驸马，怎么可能比国库还有钱？多谢夸奖，现在愿意叫我驸马了，本驸马很欣慰。不，我没有。宰相大人，您说句话呀！这里的琉璃虽然精美，但这次赔款的关键在于数量。没错，当初我们提出的条件可是10车。这只是一部分，殿外还有许多，全部搬进来可摆不下。本官就不信他真能拿出10车。本官家里也有1件琉璃，只是1件又有何用？哼，都说琉璃价值不菲，1件万金，不知大人月俸几何，贪了不少吧？你莫要信口开河，本官家里的琉璃是祖传的。陛下，微臣廉政清明，绝无贪腐之事啊！殿下，殿外琉璃无数，皆是精品，远不止10车之量。不可能的！你怎会有这等泼天财富？你在说谎！不可能的！你怎会有这等泼天财富？你在说谎！驸马操持赔款之事，乃是朕亲口应许。蒋爱卿的意思是，朕也在说谎了。陛下，这个蒋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看本相作甚？谁能想到这驸马竟真能弄出10车琉璃？陛下，微臣绝无此意。陛下，赔偿敲定。户部侍郎蒋华却屡次质疑，其心可诛。臣建议立刻革职查办，以儆效尤。什么？宰相大人，您怎么能……好，那便听宰相的意思。
将蒋华带下去，由御史彻查。陛下冤枉啊！微臣绝无此意，我可是户部侍郎。拉下去！陛下冤枉啊！宰相大人，您不能放弃我呀！让王子见笑了，不知这赔款可还满意？本王不满意。这位王子，外面的可远远不止10车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哼，虽然赔偿没错，但我北齐和大华之交，若只是为了赔偿，那与市井商贩有何区别？好家伙，没钱的时候谈钱，有钱又说不是为了钱，真不要脸。阿耶纳王子有何高见？和亲之事，我北齐人尽皆知。本王若是空手回去，本王颜面何在？本王要女帝昭告天下，大华折服于本王。凡大华人见我本王，皆要跪地磕头，常送本王封号。什么？这种要求不能答应啊，陛下！这岂不是让我大华子民低人一等？此事朕不可能答应你。王子，和亲之事其实并非不可在意。王子，和亲之事其实并非不可在意。宰相，赔偿我都拿出来了，还和亲，东西也给，公主也送，你这是在通敌卖国吗？放肆！两国大事涉及千万百姓，要是兵士再起生灵涂炭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好了，赔偿既然已经商定解决，和亲之事便不用再提。既然如此，我北齐大儒云峰和上将军陈瑞随使团而来，便在这帝都立下问道台，这面子，本王亲自拿回来。什么？大卢云峰？那位游走6国、文战百家、未曾一败的云峰？那上将军陈瑞也是北齐第一猛人，曾在边境单人单骑战败100人黑甲精锐，身上未曾沾一丝血迹。唉，这2人要是在帝都摆下问道台，简直是无人可挡。北齐本就强势，问道台一出，届时我大华国威尽失，民心涣散。北齐边军在这时南下，我大华恐有灭国之危呀！好大的帽子啊！岂有此理！我煌煌大华文人才子将军武夫无数，难道就任由这2人压我大华国威？难道就任由这2人压我大华国威？陛下有所不知，6国文武两道，此2人无人能向其背啊！此事涉及我大华江山之基，谁能上问道台解此困局，赏金10000两，封爵封地。偌大的国家，竟无一人敢上这问道台。一群老匹夫满口直呼则也，关键时候就装死，是该让这些1000年前的古人看看现代9年义务教育的含金量。我愿前往文道台应战云峰。好，不愧是妹妹看上的男人，有担当，朕异常欢喜。让这黄毛小子迎战文道大儒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陛下，驸马代表皇室，这要输了，丢的可不只是我大华的脸，还有皇室的颜面啊！宰相说的对啊，国家大事寄托于区区一个驸马，这如何使得？那我不行，谁行谁上啊？你上，还是你上？要不宰相你上？一个个未战先怯，没有一个敢站出来的。我站出来就开始质疑，真乃鼠辈！你怎敢在大殿之上骂人？岂有此理！骂你又如何？谁要再废话，谁就自己上。好，那便由驸马灵动上问道台，扬我大华国威。气煞我也！区区贱民敢顶撞本相！父亲消消气儿，敢惹我们王家，我这就去安排人把他杀了。蠢猪！现在举国上下都知道，驸马即将代表我大华应战云峰，你现在杀他，那这该如何是好？哼，他就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多久。那半圣云峰可是那么好对付的，就连本相见了也得叫一声先生。父亲高见，他一旦上了问道台，必然大败，届时这罪责扣上，他绝无活路。
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听说你在朝堂上舌战群臣，满朝文武皆被你说得哑口无言，就连宰相都不敢与你继续争论。低调，这也没啥可以骄傲的。不，这值得骄傲。宰相权倾朝野，就连姐姐也得听宰相的意见。你可是帮姐姐狠狠出了一口恶气了。这宰相这么难对付？宰相可是2朝元老，姐姐登基不久，还是女帝，朝堂上的话语权远远不如宰相。陛下驾到！姐姐，见过陛下。妹妹，你先退下，我有事儿要和驸马商议。朕可信任你与否？那是当然，而且说句不好听的，我可能比这满朝官员更值得信任。你可知道，站在朕这一方，可是要与整个大华权贵为敌。陛下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是真话。我这人比较俗，没啥大志情，就想搞钱，看遍天下美女，历经人世繁华。天天听的都是为国为民，你倒是实在。不过，这就是你私自入宫的理由吗？怎么开始秋后算账了？不过穿越冷却已经结束，大不了跑路不回来了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我都说了，我是个俗人，美色金钱我所欲也。可不只是为了公主，还有陛下您啊！敢这么和朕说话，不想活了吗？陛下，这满朝文武恨不得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让你在皇位上乖乖当个吉祥物，当个傀儡，他们则权倾朝野。可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只是贪恋陛下的美色，和那些人可不是一丘之貉。你怎能若此轻浮？你可是驸马啊！其实我看见陛下的第一眼就被您倾国倾城的盛颜所吸引，无法自拔。而且身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目的。我能帮你夺回权柄，当个正经皇帝，而不只是个傀儡。你当真能助我？当然，我的能力你也看到了，光是那10车琉璃就顶得上大华几年税收，而这对我来说，其实也只是9牛1毛而已。如果你真能助朕夺回皇权，朕便允你所求。呵，当真？朕乃一国之主，金口玉言。不过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你能实现承诺的基础上。明日问道台一战，若你赢，朕便答应你；若你输，不就是个什么大儒吗？放心，对我来说，不堪一击。天下人不信你，你只能自己证明。一定不负陛下所托。好，你好生准备，不可懈怠。区区文道台，挥手可破。好，不愧是陈瑞将军，杀得好啊！将军真是威武，连战大华10人，简直是降星下凡啊！这大华也不过如此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全是一群废物。我乃禁军先锋王龙，特来讨教。杀！这陈瑞这么厉害，
不是吧？我们就让这阿耶娜侮辱大华？哎，那能如何？他可是陈瑞呀！陈瑞可是6国第1上将军，他的武器更是玄铁所造，就连刀柄都是千段玄铁，重100斤。武道一路已经走到巅峰了。陈瑞在边境战场领兵杀我边军3万，不过你要挑战的是文道台，文武2道只要赢下1座，大华便不算失了国体。哼，就怕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！等等，刚才你说是他的刀就连刀柄都是铁的？是呀，据说是因此人残暴，铁制刀柄方能感觉到刀刀肉的杀人快感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武道台我也能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就你要上武道台？驸马爷这细皮嫩肉的样子，还挑战陈瑞，别逗了，简直是找死！这武道台至今上去11人，死8人，驸马上去不得被生撕了？这种时候，莫要信口开河了。虽然我武功不怎么样，不过对付这个所谓的上将军，应该还是没问题的。狂妄！陛下，驸马既然想上去试试，为我大华争光，那便不要辜负驸马的好心吧。你不可！陛下放心，此战我有10成把握。驸马还真去，这不是2下就要被陈瑞砍死？2下，他能挡陈瑞1刀都算不错了。本来还以为是个对手，没想到却是个愣头青。也罢，自己送死还省了不少功夫。怎么会这样？林动他是疯了吗？昨晚刚和朕约定，今日就不要命了。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啊！还有谁？完了，陈瑞果然勇猛无双，连禁军先锋将军都败了。可悲可叹，我大华竟无一人是这陈瑞的对手。我来。没想到这种时候，竟还有人能站出来！我大华果然还是有血性的。这还挺高哦！哈哈哈哈哈！连擂台都爬不上来，还敢挑战本将军？大华是无人敢战了吗？这位英雄，你还是别去了吧。就你这身手，上去不是送死吗？看你细皮嫩肉的，是个文人吧？这是武道台，你就别凑热闹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就是好久不运动了，有点手生。报上名来！我陈瑞不斩无名之辈。我乃大化驸马林动。是他，就是这小贼，坏本王好事，化成灰本王都认得他。他敢来武道台挑战，陛下，这是好事啊！就他这身手，哪是陈瑞将军的对手？说的对，真是自寻死路。告诉陈瑞，本王要他死这台下擂台。我大化何时有驸马了？你还没听说？昨日驸马拿出10成琉璃作为赔款，解除和亲，这才让阿耶娜广子恼羞成怒，摆下问道台。10车琉璃，天啊，这得多少银子？银子？琉璃可都是按金子算的。不过这驸马倒是有担当，竟然敢来挑战武道台。可惜看他的样子，也不像是陈瑞的对手啊。来得好，正愁杀得不爽，有大华驸马祭刀，也算是不虚此行。谁输谁赢还未揭晓，说不定你倒在我的烧火棍之下，也说不定。烧火棍？本将纵横沙场，还从未见过有人敢拿烧火棍与本将对战。你若想死，我便成全你。烧火棍？他怎能用一烧火棍对敌？锦衣卫呢？赶紧给他送个刀剑上去！哎，陛下，这驸马既然拿出用烧火棍当兵器，那必然是胸有成竹的嘛，不必担心。可这兵器差距如此之大，这怎么打啊？陛下，我看这驸马疯疯癫癫，怕是想死了吧？要不还是把他叫下来吧。林动，大家莫急，说不定驸马有什么绝技呢，我等看着便是。这小贼生死之战用烧火棍对玄铁刀，本想看你怎么死。本将就在这万众瞩目之地，将你这大华驸马头颅切下，让你大华看看我北齐之威。
慢着！哈哈，怕了吗？怕了就跪下给阿耶那王子磕3个响头，再乖乖滚下擂台。谁说我怕了？只是我这功力太过深厚，我怕你一招都接不住，这样打多没意思啊！岂有此理！我堂堂北齐上将军接不住你一招，你当你是谁？看你脚步虚浮，你这武艺放在我北齐大军，连伙夫都不配。我练的不是武功，是雷霆之道，岂是你能懂的？你要能接我一招，就算我输。大言不惭！这天下就没有我陈瑞接不下的招式。来，我要让你死得心服口服。那我可来了。就这，我还以为……玄铁刀，唉，以后多读点书。不知道铁是导电的吗？什么？不可能！他竟然真的赢了！驸马赢了！驸马赢了！他就用了一招！天啊！上将军陈瑞连驸马一击都挡不住！承让，承让！将军，将军你怎么了？将军，大胆，敢伤我北齐上将军！要是将军有个好歹，我北齐不会放过你的。乔乔，这说的什么话？这是你北齐摆的擂台，擂台不就是要打架的吗？只需你北齐伤人，不能还手。就是，擂台之上生死有命。之前你们还伤我大华那么多将士呢。北齐是不是玩不起？玩不起就别摆擂台，真丢人，还问道台呢？打输了就耍赖，简直是贻笑大方。你们，也怪我，主要是没想到这北齐上将军这么废物，我以为他真能让我出第2招，这一下就倒了。把将军带下去医治。遵命。林动，本王记住你了，你也只是运气好，正好上将军旧伤复发，这才让你占了便宜。旧伤复发，原来陈瑞是因为旧伤所以才倒下的吗？怪不得驸马刚才那么轻飘飘的，陈瑞就倒了。我就说嘛，那毕竟是6国第1战神，怎么会败得那么快？哦，王子倒是挺能颠倒是非嘛，输了就是输了。你这意思是说，这一切只是意外？那是当然，陈瑞将军何其勇猛，怎么会输给你一介无名小卒？我用实力打败你，非要说是运气，我很不高兴。北齐使团还有多少人？现在我就站在这里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2个杀1双。好，驸马大气，这才是大华男儿该有的风范。使团的人呐，快上车！上将军都败了，我等上去。北齐御前侍卫宋人前来讨教。下一个。天啊，又是1招秒，甚至比刚才还要快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只听轰鸣之声，对方便倒下。这难道就是驸马所说的雷法？不可能，我的御前侍卫也输了。大华人不过都是土鸡瓦狗，你这是什么妖法？哼，不管什么方法，你北齐的将士也太弱了吧，没一个能挡我一下的。你不应该的，我北齐上将军怎么能输了？还有人吗？没有我就撤了，还要赶下一场。驸马威武！驸马威武！驸马威武！对了，把这武道台撤了吧。粗鄙武夫，本相不屑与你争论。林动连胜北齐精锐，
实乃壮哉我大华国威的好事儿，该赏。等此间事了，论功行赏。多谢陛下。这赏赐也不知道赏的是什么，要是女帝本人就好了。走，起驾文道台。这文道台怎么这么安静？没人挑战的吗？驸马有所不知，这文道一途和武道不同。武道在战斗中还能寻找破绽，而这文道半生云峰，著有天下篇在前，诗词经书都有名作传世，说是天下读书人的老师都不为过，无人敢战。说白了就是名气大，地位高，都怂了是吧？喂，话说宰相大人，你不也是读书人吗？这种时候你不该站出来。云峰的文气，本相自愧不如。某人不知天高地厚，现在莫不是怕了吧？还拿本相当挡箭牌？哼，谁说我怕了？区区云峰而已，挥手可破之。大言不惭！灵动，你可真的有把握？其实武道台被破已经足矣，这文道台就算是输了，也没之前那般严峻。陛下，我有10成把握。来者止步！我乃林动，来挑战文道台。挑战文道台者，需要挑战者曾传世诗词一赋，才有资格和夫子同类。挑战还有条件？那是自然。我家夫子是谁？当代半圣，更是留有4篇传世诗词，1篇传世之经，没有著出传世级的文采，怎么有资格挑战我家夫子？怪不得问道台这里都没人，原来还要门槛。何为传世诗词？连传世都不懂，还敢来挑战我家夫子？传世当然是足以流芳百世、口口相传的诗词或者文章，就这么简单。简单？哪儿来的无名小卒？大言不惭！能写出传世之作的，在这6国哪个不是赫赫有名的文坛大家？林动又是个什么东西？听都没听说过。非得有名气才是有文化。山不在高有仙则灵，水不在深有龙则灵。大隐隐于市，真的有本事，才不会到处宣扬。山不在高有仙则灵，好诗好诗！你胆敢侮辱夫子？什么叫大隐隐于市？有本事不会宣扬？你是说我家夫子只是沽名钓誉之徒吗？哎，我可没这么说。不过，你要是非要如此理解，我也没办法。这2句话虽然不是完整的词句，但也足以成为传世。你有挑战我的资格。看到没？你家主人都发话了，你这看门狗还不退下？说吧，老头，这文道台是什么个玩法？老朽应阿爹那王子邀请，在此设立文道台，迎战大化文人。想要让老朽下台，只需要做出超过老朽的3首传世诗词，还有1篇经书即可。不是吧？要写出3首传世和1篇经书？当今6国除了云峰本人，还有谁能做到？顶级文人能做出1首传世，就足以流芳俯世，一生荣耀了。这3首还要超过云峰，怎么可能啊？这不会有些胜之不武吧？毕竟这可都是曾经的功绩，擂台是现在设下的。如果有人觉得老朽是在胜之不武，也可以拿以前的文章来对。这老匹夫怎能如此无赖？现场出题也就罢了，现在这种比法，岂不是用他几十年一生的功绩和人比？陛下终于明白老臣的良苦用心了。我等之所以不上台，便是猜到会如此。是呀，宰相说的对。一代大儒竟然如此低劣，躺在功劳簿上以势压人。云峰在文坛一生的功绩，岂是驸马这名不经传能够比拟的？看来这次文道台，驸马要输喽。林动，这次看你怎么赢。就这么简单？简单。老朽的3篇诗文传颂6国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天下篇更是被列入各国科举经书目录。
无名小辈大言不惭。好了，别吹了，写诗是吧？我懒得现做，就拿我以前写过的诗给你开个眼吧。诗300首，数量倒是不少，不过诗词一道，岂能用数量取胜？看来你是完全不懂小学必修课《唐诗300首》的恐怖啊！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云峰，我这诗词可传是否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300首诗词，句句经典，首首惊人，竟都是传世诗词，这不可能的。你不行，不代表别人不行。这可是300首，哪怕30诗都足以惊人。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人能有如此惊世才华？300首传世诗词，天啊，足以震惊6国文坛。我等竟有幸见证这番场面。大如云峰凭3首传世称半圣，那林动岂不是圣人之流？他到底是谁？唉，没啥挑战，不就是300首诗吗？反正碾压你应该是够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输给你这种无名之辈？等等！我们还没有输。文道台挑战诗词、经文，光有诗词可不行。对，还有经文，我还没有输。经文？你不会还能拿出一本经文吧？这倒不是，经文我还真没有提前准备。虽然你的诗词的确比老夫厉害那么一点，但是诗词也不过是小道，经文才是教化万民的文之大道。你不如我，只要我比你厉害的，就是小道是吧？这哪是比夫子厉害一点啊？300首对3首，100倍碾压，这等才华应该是驸马胜了才是。我虽然没有准备经文，不过倒是能现写一部。上笔墨，驸马要现写一部经文，开什么玩笑？古有7部成诗，但自古经文都是斟酌万千，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成稿，怎么可能现写啊？不可能，他绝不可能现写经文。我等写个策论都要斟酌数月，更别是经文了，必然写不出。宰相的意思是他写不出，必然写不出。可他已经在动笔了。咋回事呢？哼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还真的能现场做出经文不成？到底写了什么啊？给我们念念啊！应该是随便写的，不堪入目吧？道德经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故常无欲，以观回妙。传世，此经文绝对是传世之书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一句话竟然让我醍醐灌顶，世间万物皆在此文之中。这和蒋夫子的《天下篇》相比，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。如果说《天下篇》是讲述君王权术，这《道德经》讲述的则是人之根本，自然天和，完全是碾压。天啊，他是文圣转世吗？不可能！你才如此年岁，怎么可能写出这般经典之文？这不是有手就行，很难吗？要不我再写一篇？怎么可能？云峰可是6国第1大儒，怎么会输给这个小子？殿下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回国，发兵，敢让本王没面子，本王就让这大华血流成河。边军早已蓄势待发。哼，联系那个人，本王现在便要离开。等本王再来到帝都，我要让所有人都跪在本王的脚下。哼！
陛下，信不辱使命。好，好，好，驸马果然大才，大华有你这等才子，是我大华之福啊！是啊，驸马大才，万万没想到，驸马竟然连下2座问道台，扬我大华国威，功不可没啊！驸马文武双全，不止一招击败上将军陈瑞，就连文道大儒都被驸马压制，谪仙转世也不过如此了吧？陛下，问道台虽然胜了，可我大华将亡矣。宰相何出此言？阿耶娜乃下一任北齐国主，深受北齐皇帝宠爱。此次在大华丢了面子，回去定然会撺掇北齐再起兵争。不好了，西域使团已经人去楼空，只剩刘书一封。什么？快呈上来！大华之行，本王不悦。再次相见之时，大华灭亡之日。啊！怎么会如此？边军已经无力再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赔款都拿出来了，为何还要再战啊？哼，此次驸马完胜问道台，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。国家之事岂会如此简单？所以我赢了还有错？如果不是你，公主已然出嫁，两国和亲，起码10年内都无兵谏之忧。现在大华即将生灵涂炭，血流成河，而你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。没骨气还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口舌之争。陛下，当务之急，唯有派遣使者赔礼道歉，熄灭北齐的怒火才行啊！赔礼？此次赔款，国库已经赔空了，怎么拿得出赔礼呀？陛下，臣说的礼，不是钱财粮草，而是万世之因，皆由驸马而起，将驸马绑了，带去北齐谢罪，或有回旋的余地，不然北齐大军定然会马踏京城。是啊，这北齐大军一来，还是要先熄灭北齐人的怒火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让驸马去负荆请罪吧，这仗打不得。这群见风使舵的狗官，刚还说我功不可没，现在又让我去请罪。朕不同意，驸马才为我大华争光，是功臣，怎能这般让驸马送死？岂不是让我大华子民寒心？陛下，此时已经不是寒心的问题了。我大华的铁矿本就稀少，将士连刀剑兵甲都配不起，再加上之前边境的大败，此时开战，大华全无胜算了。可灵动，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此乃国家大事，不必征求驸马的意见，关乎江山社稷。我看驸马还是趁着北齐还未发兵，赶紧出发才是。是啊，要是等北齐大军到了，一切都晚了。要我说，不就是个北齐大军吗？打回去不就是了？怕什么？打回去？真是黄口小儿，不知所谓。军国大事，那也得打得过才行。你的意思是，北齐强大，我们大华打不过喽？哼，北齐军力之强，世人皆知，还用本相说？唉，我大华的铁器稀缺，还在使用青铜兵刃，北齐却装备精良，甚至还有5000铁甲骑兵。敌人用铁的，你用青铜，怪不得打不过。本来以为买点刀剑就行了，现在看来得上高科技了呀。其实想要打赢也不难。打赢？怎么可能打得赢啊？驸马，你还是去北齐请罪吧。是呀，要是能打赢，3月前的边境一战也不会如此惨烈了。必须要打。所谓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，只会一味的求饶，祈求敌人的宽恕，大华这辈子都不会有翻身之地。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射程之内。拳头是软的，不管再怎么道歉，都永远只是败者。说的倒是好听，就怕是打输了，我大华民不聊生，甚至是灭国之灾。你说打不过，那是你说的，而如果是我来说，此战必胜。哼，肤浅，打仗岂是儿戏？若只是嘴上说说就能赢，那这世间也就没有败者了。你可有取胜之策？我有一物，动动手指，便可1000米之外取人首级。我还有一物，间隔100里，灭绝城池，瞬息间100万人俯首。如战场上出现此物，北齐大军不过蝼蚁。
千里之外取人首级，间隔百里百万人俯首。这世间竟有如此神物！现代战争打起仗来人都看不到，放在古代，这种方式也和神话传说差不多了吧？哈哈哈，真是贻笑大方。按驸马所说，这世间若真有此物，早就无敌于天下，一统六国。怎么本相从未听过？你当然没听过，这都是我家乡的宝贝。不过为了大华，我愿从家乡带来此物。陛下，此人满嘴大话，不可信呐！这世间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，简直是浮夸至极。是啊，陛下，驸马所说实在太过惊世骇俗，不像真的。你们对世界和平简直是一无所知啊！此物便是我所说的神物之中最差的一个。你大胆！这不就是比较精密的暗器吗？什么神物，装神弄鬼！暗器？无知！如今大华最强的弓弩是能射多少步？普通射手100步，神射手150步。100步？我这手枪最差的射程都在1000步开外，而且就算是身着铁甲，300步内也能打穿。什么？1000步射程，铁甲都能打穿？这是自然。而且陛下，这手枪可是最差的神物。如此兵器还只是最差的。想象一下，这般武器，如果我大华将士人手一件，1000米开外敌人便死无全尸，那北齐大军何等到待？好，好，好！如果真有如此神物，我大华便不再惧怕北齐欺压。灵动，你需要多久才能带回这神物兵器？3天，给我3天，大华将建立万世之功。那就给你3天。宣。大华驸马灵动为国为民，功不可没，赏金万两，封万户侯。陛下不可，国库空虚，别说金万两，银万两都挤不出来了呀。无妨，赐驸马金牌1枚，可自由出入皇宫，选任意可用之物，哪怕是御花园的假山，只要驸马要，也让他搬走。谢陛下，定不如所托。岂有此理！一个小小的驸马，竟然让他左右了国事！父亲，怎么会这样的？朝堂上不是您说了算吗？自从这个小贼出现之后，本相在朝堂上处处受挫，连女帝那个丫头片子都敢当众忤逆本相，真是气煞我也！父亲，万万不可让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啊！要是让北齐大军打来，我王家哪怕加入北齐，也不会有如今的地位了。你爹我做事儿还用你教？这样，你附耳过来。你在朝会上说的，可都是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我承诺过的事情，何时没有兑现过？林公子大恩，廷哥无以为报。别行这么大礼，我也是见机行事，你不必如此。林公子有所不知，当初父皇便是御驾亲征的时候被北齐，如果公子真能助大华打败北齐，却也是替父皇报仇了。原来如此，那公主准备怎么谢我？啊！林动，你干什么？公主，话说我现在的身份好像是驸马，没错吧？这是当时的权宜之计，当不得真的。可是现在所有人都当真了，公主你现在说是假的，也没人信啊。关键我也当真了。林公子，就算是如此，我们还未成婚，不可以。不可以哪儿呀？不要，那里不可以，我们还没……哎呀，迟早的事情，让我看看嘛。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情况？这种关键的时候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快看看出什么事儿！不好了，公主，驸马，国子监的学士们突然包围了公主府，
要杀了驸马祭旗。国子监，这不是读书的地方吗？你是说一群读书人跑来包围公主府，要杀了我？禁军呢？这可是公主府，就让人围在门口。禁军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，明明一刻之前还有守卫的。能调动禁军，又是宰相那个家伙搞的事情吧？不要去，禁军都不见了，太危险了。放心，此时此刻，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能杀我。那我和你一起去。放心，我还等着回来，我还想着和你继续呢。你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这种东西？立宪罪，罢黜驸马，罢黜驸马，以此谢罪，罢黜驸马，以此谢罪。哟呵，还挺热闹。就是他，他就是驸马，罢黜驸马，以此谢罪。大白天的，都在这嚷嚷什么？邻居还要上班呢。我要是你，我早就自裁谢罪了。你怎么还有脸活着？我自裁谢罪？我活得好好的，干嘛要自裁？这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野狗啊？怎么乱咬人？他骂我们是野狗，对，大胆！我们可是国子监的秀才，你敢骂我们？区秀才，我还是当朝驸马呢。几个秀才敢在公主府闹事儿，你们才是真的大胆。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传遍大华，想当驸马，我不同意，整个大华的世子都不会同意。你又是哪儿条？王公子都不认识？他可是当朝宰相之子王腾。原来是那个老废物的儿子。失敬失敬。你敢骂我爹？你找死！敌国旗在我大华头上拉屎，他却只想着送出公主。敌国摆下问道台，侮辱我大华国威，他当缩头乌龟。你爹这还不废我？你懂个屁！使团一旦败兴而归，北齐定让大军压上。父亲他为了国家安宁做出了多少努力，而你却破坏了这一切。哼，他做出了什么努力？给人当舔狗吗？本来使团都准备满意离去，你可知，因为你的一己之私，现如今有多少大华好男儿会战死边疆吗？在北齐索取大华财富的时候，是我站出来付清了赔款。北齐摆下问道台，侮辱我大华国民的时候，是我打败了半圣云峰和上将军陈瑞。现在，你们一群什么都没做过的废物，却在质疑我，凭什么？就凭你们比别人多读了2本书，来，都给老子说说，你们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？你说，他不说，你来说。那王什么腾的，你又为大华做过什么？我抛开这些不谈，难道现在不是因为你所以战事再起吗？怎么就不谈了？你怎么不抛开你是个人不谈，非要当狗不成？我爹可是宰相，你敢？你爹是老废物，你就是个小废物。你，呸！百无一用是书生。等我从21世纪带本高中不小学教材，让你们回炉重造。
你不能走！什么档次，敢和我搭讪？等你什么时候能拿出10车琉璃，能打败云峰、打败陈瑞的时候，再来认我当爹。我杀了你！杀我？你还能比陈瑞厉害？我就站在这儿，我看谁敢来！你敢打我？我可是镇北王世子！哎，王公子，不要！他可是在擂台上一击打败上将军陈瑞的猛人啊！是呀，王公子，莫要冲动。哼，你给我走着瞧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！啊！让你带着国子监的人去给女帝施压，你就这么灰溜溜的被打回来了，我的老脸往哪儿放？爹，我说不过他，我就知道不能指望你。爹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林动今日要离开，这一走就是3天，等他一走，事情就好办了。你懂个屁！去，让人盯着公主府，林动一走，立马进宫。这皇宫的宝贝可真多，这得多少钱？一路小心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，3天之内，我必安然回来。那你可一定要回来，我在家等你。那你可一定要回来，我在家等你。那是当然，我怎么舍得离开公主呢？好了，天哥，等我回来，大华将站在世界之巅。我相信你。陛下，与北齐再战一事已传遍天下，民意沸腾啊！是啊，此次开战，国内上下议论纷纷，国子监、各大书院等联名上书，皆是劝告陛下停战啊！这场仗不能打，大华经不起战争了。此事不是先前已经定下，一切都等驸马回来再说吗？哼，驸马？驸马所说简直天方夜谭，也就只有陛下信了。放肆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难道是要逼宫吗？陛下，臣等也是为了大华呀。臣等只是想让陛下明白，不要相信驸马的谎言，请陛下收回成命，与北齐停战，送公主和亲。请陛下收回成命，送公主和亲。你们！臣死谏，若陛下不答应，臣等便在这大殿长跪不起。臣死谏。死谏！好一个死谏！你们这是要将朕架在火上烤啊！臣等也是为了大华，也是为了这天下百姓。朕答应了，3日后送公主出嫁。陛下圣明！陛下圣明！千年人参，这些宝物闻所未闻呐，皆是稀世珍品。还有这些人参、灵芝，竟然是1000年以上的药灵。很贵吗？啊？哦，当然。
50年份的药材都已经是绝世珍宝了，至于1000年的，只在古籍中看到过，但是从未见过。那都交给你处理了，我那儿还有一车。什么？一车？这种宝物你有一车？家里拿的，我老婆家算是有点家底吧，随手挑了一车，换点零花钱。随手挑了一车，都是这种级别的？差不多吧，有些看起来应该更好些。快带我看看。老朽今天也算是开了眼界啊！林先生的宝物拿出去，全世界的古玩、珠宝、奢侈品、药材相关从业者都要为之癫狂啊！我只随便在皇宫拿了点东西，就轰动全世界了。要是把皇宫搬空，岂不是能吓死人？运气好，找了个好老婆，这怎么可能是运气？林先生说笑了。这些东西你吃得下吗？虽然我聚宝阁体量不小，但是对于这些来说，还是杯水车薪了。那该如何处理？老朽不才，虽然退休了几年，在商界还是有点人脉。如果林先生急着要出手，可以邀请龙国所有的商业大亨齐聚京都，举办一场史无前例的盛世拍卖会。拍卖会好像不错，不过我赶时间，1天够吗？1天？如果可以多等1周，等更多人来，或许成交价格会更高。没事儿，我不缺这点儿。这一点可就是几十亿的差价，这到底是哪个隐士家族的公子哥啊？以林先生这些东西能参与到这次的拍卖盛会，也是我的荣幸。此事老朽必当竭尽全力。聚宝阁的信誉我是信得过的，那就先谢谢钱老先生了。那就定在明日。老朽已经想象到明日的拍卖会将是如何一番震撼人心的盛况了。这就是钱大富说的地方吧？这里是私人场所，请你离开。我是来参加拍卖会的。你参加拍卖会？骑这个来参加拍卖会的？这里离我住的酒店就几百米，骑这个多方便。是方便呢，还是买不起呢？叔叔，他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骗了钱大富的小瘪三。就是你这个小杂碎骗了钱大富，还从中撺掇，搞黄了我的分公司。你又是哪根葱？年轻人很嚣张嘛？不嚣张算什么年轻人？他们能进，我不能进。行了，赶紧把这个垃圾扫走，真是耽误时间。赶紧滚蛋，不要干扰我们贵客进场。钱大富，你的会场还挺难进啊！1分钟之内，我要你出现在我面前。哼，还挺能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钱老先生是你的下属呢。我呸！哼，这种小瘪三也就只会用这种自取其辱的方式找存在感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敢直呼钱总的名字，装什么大尾巴狼呢？哼！啊，走。别在这种货色身上浪费时间。好的，叔。钱总，钱总，你滚蛋！林先生，真是抱歉，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老朽真是惭愧万分呐。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的合作也不用继续了。对不起，林先生。是我的错，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疯了吗？钱大富怎么会被人像下人一样使唤？不是说他是骗子吗？这是骗子能做到的事。现在我还有资格进去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敢给我惹那么大的麻烦！对不起要有用，要警察干什么？你被开除了。林先生，这样您还满意吗？很好，那林先生请进，人差不多到齐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
他就这么走进去了？他背后有钱大夫撑腰，现在还不是和钱大夫正面对抗的时候。可是他也太嚣张了。我有内部消息，这场拍卖会背后有真正的大佬出货，都是稀世珍品。只要接下这批货，钱大富都要避让我朱氏集团的锋芒。对，还是拍卖会更重要。等拍卖会结束，再让那个小杂种好看。走，进会场。朱氏崛起，就看今天。各位桌子上摆放的文件，便是这次拍卖会的具体物品清单，大家可以先行查看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怎么有这么多？天哪！来之前只是听说有夜明珠、千年人参、积雪石这些，但是没人告诉我是这个数量啊！四方鼎、青花瓷、各种珠宝、古玉，这些数量，怕是比各大珠宝公司的库存都要多吧？这些东西足够颠覆整个古玩、珠宝，甚至是药材界了。要是能拿下这些，我朱氏集团必然会龙腾9天。那么多宝物，就算是聚宝阁也拿不出来吧？也不知道是哪个隐世家族出手，简直是颠覆世界啊！豪气，太豪气了！就这么点东西有啥好看的？直接开拍吧，我还赶时间。这些东西的货主可是龙国真正的大鳄，而你，怕是一件都买不起。我要说和我有关系呢？哼，今天的拍卖会史无前例，每一件都是至宝，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才能拿下。至于你，不行。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少实力。这些可都只是林先生当垃圾一样的东西，真正的大佬果然低调。那现在拍卖会正式开始，第一件拍品是千年人参一只。天啊，竟然真的有千年人参！这个时代，50年的天然人参已经非常罕见，100年的更是只听说过2、3次，这1000年的得多珍贵！众所周知，现存年份最高的人参大概在200年左右，而千年人参也只有在古籍中才有记载。这个世界上或许也就只有这一只了。千年人参起拍价2亿，我出3个亿。3亿5千万，6亿，10亿，10亿一次，10亿2次，成交！朱总大气！不瞒各位，我已将公司的全部财产质押，现有数百亿现金。今天拍卖的所有药材分类宝贝，我朱氏集团全包了。恭喜朱氏集团拍得千年何首乌。朱氏集团已经拍了10几件名贵药材了，一旦制成成品，朱氏药业怕是要势不可挡啊！土鸡瓦狗而已，他买的越多，输得越惨。可这些药材一旦拿回去，包装加工制作，甚至能翻几倍卖，依旧会有人趋之若鹜。物以稀为贵，这些东西能卖这么多价钱，是因为稀少。但是如果不稀少了呢？这些可都是绝品药材啊，怎么会不稀少？除非市面上突然出现几十上百件同种类。等等，林先生，您不会还有很多吧？这东西在现代稀缺，在皇宫里可是按麻袋装的呀，难以想象，难以想象啊！2亿7千万成交，9亿6千万成交，8亿9千万成交。本次拍卖会圆满结束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次拍卖会之后，朱氏集团应该便是医药行业第1了吧？都是各位老板抬举，没有和朱某抢。谁能抢得过朱总啊？朱总这次出手，起码有400亿吧？这已经是朱氏集团全部的市值了。朱总好魄力。呵呵，放心，等我朱氏集团崛起，朱某也不会忘了各位的。那刘某先提前恭贺朱氏集团成为龙国第1医药集团。怎么，钱还没赚到，
就开始庆祝了？小子，我忍了你好久了，你真以为你配当我朱文的对手？之前在门口屁都不敢放，现在开始敢说话了？之前是钱老护着你，现在我们买下那么多绝品药材，马上就要成为药企第一，钱氏集团也保不住你。谁告诉你们是老朽护着林先生？老朽怎么配呀？你们不是都好奇是谁出手那么豪放，拿出如此之多的宝物？是谁？这场拍卖会的所有物品都来自于林先生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场拍卖会成交上千亿，怎么可能是他？怎么就不能是林先生？这种事情，老朽为何要说谎？他到底是谁？这么年轻，竟然能掌控如此多的资源，短短一场拍卖会就身家上千亿，还是现金。龙国如今已经没有几个比他还有钱的吧？唉，说实话，看到你拿着我的东西引以为傲，还要在我面前装逼，我只想笑。哼，你的东西又如何？现在是我的了。我朱文纵横商场那么多年，还能输给你这个毛头小子不成？交易已经完成，只要我们的新药上市，该赚钱的还是我们。小子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朱某人当你是个人物，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。从今天起，我朱氏集团崛起，无人可挡。那我也把话放在这儿，明天便是你朱氏集团的末日。哼，那我们走着瞧。你曾经给我的屈辱，我亲自拿回来。此次拍卖会一共获得拍卖金1687亿，其中珠宝大约600亿，古玩200亿，药材400亿，其他400亿。现在朱氏集团应该欢庆一片了吧？是呀，这次朱文孤注一掷，想要借此资产翻番，却不知道对于林先生来说都只是笑话而已。钱老，帮我邀请龙国所有数得上的药企，今天我就要朱氏集团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说，只要我们这批药物一上市，会引起全世界的有钱人的疯抢，甚至那些没钱的穷逼倾家荡产也会买。我们要发财了！这早就在我的预料之内。说，只要运营得到这400亿，起码能翻3倍。林董，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？我只是想问问，给你的大礼收到了没？大礼？什么大礼？朱总，大事不好了！朱总，我们的股价崩盘了。什么？怎么会突然这样？我所有医药集团同时宣布上市新药，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药材，而且价格就只有我们的1/10。不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是真的，关键他们的货量都比我们大，成本甚至不到我们的1/5。公司股票直接跌停，银行也开始催收贷款。朱总，公司完了。疯了吗？敢说这种狗屁话！看来我给你们送的大礼，这是收到了。林动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不就是一个乡下人，我们怎么会输在你手上？有没有可能，你们买的东西都是我引导你们买的？什么？好好享受今天吧，毕竟明天就没有朱氏集团了。说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完了，我们这一次彻底玩完了。老板，这些就是您要的东西。那件东西呢？在的，但是老板，那玩意儿杀伤力太大了，一出手，半个城都要被灰飞烟灭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好了，你走吧。
朕已经尽力了，满朝文武都在逼我们，朕也没有能力保下你。姐，你可是皇帝啊，怎么会这样？皇帝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要受制于人。这朝堂之上，朕又能有多少话语权？就不能等他回来吗？他一定能解决北齐危机的。他不会回来了。纵然朕再相信他，可是他所说一瞬间灭绝百里，这只有传说中的仙神才能做到。他一介凡人，如何可能？可听歌，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命。生在皇家，身不由己。朕也一样。所以，我最终的命运还是如此吗？公主，我们可就要离开京都了。你那废物驸马看来是回不来喽。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公主去和亲已是定局，你就认命吧，我的好妹妹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公主远嫁之后，我也会入主皇宫，成为帝夫。这不可能，姐姐绝不可能看上你这种人。父亲大人一句话，朝堂上谁敢不从？陛下也一样。虽然你嫁出去了，不过能让女帝在胯下承欢也一样。哈哈哈哈。都已经走到这儿了，公主殿下还是乖乖待在车里吧。哈哈，这世界上没人能够改变这一切。大华是我王家的。不，放我出去！哈哈哈哈哈！什么情况？怎么停下了？大人，前方好像有人拦路。什么人？胆敢阻拦和亲使团，我要杀他全家！什么人？竟然敢！是你！你还敢回来！王腾，你们父子俩好大的胆子！我的女人都敢动！你的女人？你以为你真的能当上大华的驸马吧？看来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做了不少坏事儿。哈哈，别太拿自己当回事！我爹可是堂堂宰相，你能给我们带来困扰，那是因为我们在给女帝面子。至于你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在这里就没有面子喽？面子靠的是权力，而不是嘴上功夫。有没有可能是靠拳头？你是不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？我奉命护送公主出嫁北齐，这里可都是京都禁军。你以为你能依靠暗器打败陈瑞，就真的能面对千军万马了？哎，都是大华军人，我本不想杀戮，你要送死，为什么要拉着这些无辜的将士呢？狂妄！竟然回来了，就留下命来！卫队听令，此人胆敢拦截合金车队，罪无可赦！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实力。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，真正的实力并不是有个好爹，而是……哼！怎么可能？那暗器不可能有如此威力！不，你是妖魔！妖魔！妖魔？
比起我，你们这些所谓的朝堂之人才是真正的妖魔。放过我，我爹是宰相。我有很多银子，我让我爹给你。银子？对，银子，我爹有钱，10万两，不，100万两，我给你500万两，放过我。大花1年的税收才500万两，你一条命能值500万，笨蛋，杀了你和你爹，这钱也是我的。不要！对，北齐，我可是护送公主去北齐，公主要是出了事儿，北齐大军一定会打进来的，大黄会灭国的，你不能杀我，你不能杀我。那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什么声音？好恐怖！不好了，公主，好像是有土匪抢亲。土匪抢亲？呵呵，就连土匪也要插一手。全死了，全死了！或许我死了，就不会再有痛苦了吧？姐姐，对不起，妹妹实在是撑不住了。请问我的夫人可在车里？林动，你真的回来了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。不要哭，我回来了。不，你快走！王腾现在手下有禁军，他回来一定会杀了你的。放心，这个世界没人能杀我，我回来便是要和他们一笔笔的清算，谁都不能欺负我的女人。这几天便委屈一下你，在这小院待着吧，要不然回宫去，指不定被那些畜生们再搞些歪门邪道。等我解决了宰相他们，你再回去。比起公主，我更想做一个普通农家女孩，不用参与那些国家大事，可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幸福生活。我不想回皇宫了。我可是驸马，不做公主，那我还是你喜欢的人吗？自然，是的。那既然我是你喜欢的人，你知道互相喜欢的人都要做什么事儿吗？啊，这还在院子里呢。那我们就去屋里。啊！不要，放我下来，我今天不方便。来日方长，如果你实在想的话，小玉，过来，今天就由你伺候姑爷。驸马，公主还未办理，驸马有需要，奴婢伺候你。这样不太好吧？小玉一直跟着我，如果我嫁出去了，她也算是通房丫鬟，你找她。是的，奴婢是公主的贴身丫鬟，便也是驸马的人。驸马想怎么样都可以的。我去，还送暖床丫鬟，这哪是古代啊，这简直是天堂。那我去把门关上。那我先离开。走什么？旁边看着。啊！不是说过了，朕洗澡的时候不许有人打扰吗？陛下，是我。什么？你竟然回来了！等等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？这可是朕的寝宫。陛下，您忘了，您赐了我一块金牌，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各处。可是朕现在……陛下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陛下信不辱使命，臣已经为大华带来万世基业，即日起，大华将开万世太平。什么？什么？你真的把神物带回来了？当然。你能不能先出去等我？啊！你干什么？正好刚运动完，一起洗个澡啊！放肆！这是朕的浴池，成何体统？陛下，听说我不在的时候，
公主已经出嫁了。秦哥他此时应该已经到了北齐吧？朕无颜面对妹妹。她可是您的妹妹，陛下真的能狠下心？这岂是朕所愿？廷哥是朕在这世上唯一的血亲，可北齐大军陈列在边境，朕要不答应他们，这大华该如何？朕的百姓又该如何？陛下忘记了我的身份，我是驸马。这公主不在了，我又有什么身份插手这国家大事？你什么意思？陛下还不明白吗？神器我虽然带来了，但是公主没了，我不想干了，我要辞职。反正我已经不是驸马了，对吗？不是驸马，那又如何？从今天起，你便是帝夫。这也不是不行。陛下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，明日朝会，我便帮陛下肃庄朝府，成为真正的皇。那朕便随了你的意。陛下，北齐大军已经陈列边境，剑拔弩张。不过，护送公主的使团已经出发，我们已和北齐沟通，等公主抵达北齐，边境之危即可缓解。还好宰相神机妙算啊，早早便和北齐沟通，否则这要晚了几天，北齐大军都要打进来啊！是呀，宰相神机妙算啊！公主牺牲自己，这才换来短暂的和平，你们却只字不提。陛下，话可不能这样说。要不是公主之前任性，弄出来了个驸马，早早去和亲，也不用如此惊险。是呀，还驸马呢，让北齐使团败兴而归，他自己倒是跑了，还说什么神器？驸马不是要带着神器回来吗？3日之期已到，也不见人呐。驸马曾为国做了那么多贡献，你们是也全当不知道。可是，陛下，驸马人呢？我看他是不会回来的，最终还是要我等替陛下分忧啊！要是他回来了呢？回来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回来了。陛下还是莫要期待。驸马到！什么？他怎么敢回来？宰相大人说他不是跑了吗？驸马个屁！公主都没了，哪儿来的驸马？夫人，我来了。回来就好。夫人？什么夫人？灵动，你莫不是得了失心疯？公主可位在朝堂之上，而且此时公主大概已经在阿耶纳王子府上了吧？是啊，公主已经出嫁。你这驸马身份便是虚妄，你还不速速退下？朝堂之上不是你该来的。谁告诉你们我说的夫人是公主了？不是公主。哼，你这小人之前不就是仗着公主的宠爱，胡言乱语，为非作歹，在这大殿之上，除了陛下，还有别的女眷不成？是呀，此人莫不是以为自己还能是帝夫不成？贻笑大方。陛下何其尊贵，怎么会看上这乡野草莽？陛下，这您不会真的？什么？朕已做出决定，纳灵动为帝夫，灵动便是我大华后宫之主，封号逍遥王。陛下，此等大事怎能如此轻率？怎么，朕要与谁结亲，还要尔等批准不成？这大华到底你们是皇帝，还是我是皇帝？陛下，这帝夫之位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身世、学识、名望都需要众望所归之人才使得。至于此人，草莽乡野之人，连个功名都未曾傍身，他凭什么能坐上这王位？是呀。他凭什么？此人封王难以服众。凭什么？就凭我和你们不一样。我来这里从始至终就只有一个目标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我要让大华老有所养，幼有所依，夜不闭户，路不失守，无不白之冤，无强加之罪。我要这大华，哪怕是草民贱民，也是面带微笑，充满期许。
此等宏愿，闻所未闻。这是圣人之言。说谁不会说？大放厥词而已。宰相大人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，臣自愧不如。能有如此大志气，臣相信逍遥王定然是个为国为民好王爷。恭贺逍遥王！恭贺逍遥王！陛下，关于逍遥王一事，臣不同意。林动乃是前任驸马，又成为逍遥王，这是扰乱朝纲，这要传出去，这天下人该如何看我大华？是啊，这不妥，我等不同意。宰相大人，我看你不同意的原因是，你想当这个逍遥王吧？你放肆！老夫一把年纪了，当什么逍遥王？你休要在此胡言乱语。你是不能当，但是你不是有个儿子吗？王腾他可想当得很啊。哼，我儿就算是想当又如何？他可比你有资格。他是本相之子，有功名在身，又如何当不得？王腾，他是什么东西，也配当朕的逍遥王？陛下，谨言慎行。陛下这是在折辱臣吗？怎么，宰相大人要治朕的罪不成？陛下不用担心，他儿子有那个心，却没有那个机会了。王腾现在应该连孟婆汤都喝完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嘿嘿嘿，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在进京都之前，好巧不巧，正好碰到了王腾的送亲使团，就顺手不小心把他送下去见阎王了。什么？你把我儿杀了？不可能！告诉我不是真的！你敢打我？我连你儿子都杀了，打你2下又怎么了？气煞我也！此等杀人凶手，竟然还能在这庄严大殿如此猖獗，我大华亡矣！林动，你真的把王腾杀了？对呀，下手可利索，一下就死。宰相大人，您放心，你儿子死的是一点痛苦都没有。陛下，这凶徒，您真的看着此等凶徒在这大殿侮辱老臣吗？林动，你这样是不对的，你怎么能杀人呢？我大话律法可不能这样。陛下说的对，所以我提前准备了200两银子当做赔款了。200两银子，你这是杀人！陛下，此人不以死谢罪，这大话法理何在？刚何在？臣要他死！王腾曾当街打死了一个府丁，最后赔偿了100两，不了了之。我打死了王腾，也赔100两，合情合理吗？那府丁只是一介奴仆，是呀，我是驸马，那王腾不是皇室的奴仆吗？100两够了。天理何在呀？那这里为何是200两？多出来的100两，当然是提前给宰相大人赔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当然是恭送宰相大人上路。杀人了！大殿上杀人，疯了，全都疯了！宰相大人通敌卖国，死得其所。我已带来足以抗衡北齐的绝世神器。陛下，灵动请战，亲自领兵灭北齐，扬我大华国威。你竟然真的能带回神器？陛下，北齐不足为虑，挥手灭之。好，奉林动为御马将军，统帅3军迎战北齐。臣领命。真没想到，你既然真的能带回神器。当然，毕竟陛下可是承诺过我不少东西还没有兑现，我怎么能不回来？你为朕除了宰相，夺回大权，现在还要替我大华出征，朕都不知该如何感谢你了。那不如我帮你想办法感谢我。国事当前，不可白日宣淫。陛下放心了，我还年轻，而且有神器在手。从今往后，这世界将会只有一个国家，那便是大华。3日后便是我出征北齐之时。现在，先和陛下探讨一番战术才是。等等，王腾被你杀了，那公主岂不是早就……嘘，这件事儿